嘿，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是 Catherine，我今年是 third year medical student， 我已经 complete 了我的 preclinical phase， 然后也 complete 了我的 research。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在我的 preclinical phase， 还有这前3年里面，我在 medical school 到底是 face 了什么 challenge。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每一个人抗压能力也不一样。每一个人在 medical school face 的 challenges 也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是想要跟你分享我在 medical school 面对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也想要顺便 provide 一些 insights 给你们知道，在身为一个医学生，你应该要有的心理准备。我自己本身在 high school 跟 pre-U 的时候，我是从来都有那种已经准备好要去考试的那种感觉。But once 我 enter 了 medical school 的时候，我从来是没有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好足够的准备去考试了。怎么我会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去到 medical school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应该学的东西，你的 topic， 你的 syllabus 会突然间从这样子增加到这样子。给我的话 ，actually 我觉得 theory 已经是很多了的，比起以前 pre-U 的时候，这些你应该学的 theory， 加上你还要再念的那些 practical。actually 我觉得是很不够时间来，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够时间来读完全部东西这样。even though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 dedicated 很多 like most of 我的 time 去读书了，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来不及读完这些东西。因为我有去 clinical settings 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 meant to 在你 clinical years 的时候再去学的。因为我觉得在 hands on 的时候，就是你在做 practical 的东西的时候，当你 apply 你学过的 knowledge 进去你的那个clinical settings 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明白，你也会比较容易记得。所以 I would say that it's okay that 你在 theory 的时候，就是你在学 theory， 你在背书的时候，你在读书的时候 ，it's okay that 一些细节你是不能完全的把它记到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 humans， 我们全部都是人类，然后我们也是有 flaws， 然后我们不是电脑，所以我们就不能，好像电脑这样子把全部东西按一个键一读一下，按一个键就记在头脑了。for 这个的话，你们是可以不用这样担心先。maybe 你们进了 clinical phase 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 apply 你的 knowledge， 然后 once 你开始用你学过的东西在 real life 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你的 long term memories， 然后你就不需要再用这样多effort 去记住它了。at the same time， 你也是要 try 你的 best 来懂越多越好。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的话，你直接去 clinical settings， 然后你在家是没有温习过，是没有读过，你就会在 clinical settings 的时候，你会比较 stressed out， 因为你没有那个足够的 knowledge 去 handle 那个在 clinical settings face 到的 problem。所以 I would say that 你应该要有那个 balance 在那边。每个人的 study style 都不一样，每个人的 preference 也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到处去参考，你可以去问你朋友，或者是你可以去 YouTube 来找一些 YouTuber that achieve 一个很好的 GPA 或者是很好的 score 在他们的考试的，你可以去参考他们到底是怎样子读书的。Moving on to the next challenge I face， 就是我在 preclinical phase 的时候，我就会有 lack of sleep。我觉得 part of the problem 也是因为我自己，通常 lack of sleep 的时候都是在要大考的时候。怎么我会 lack of sleep？ 是因为我觉得，我做完这些东西啊，我很想要 reward 我自己，很想要看一下电话，很想要做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所以就 end up that 我会不小心做到那些东西，做到太夜了，导致我开始 take 一些 caffeinated drinks 来给我自己 stay awake。我刚开始 take caffeinated drinks 的时候是蛮有效的，然后过后开始慢慢喝了酒了过后，我喝了，我还是一样可以照样睡着在桌子上面。有很多次我是在学校读书，然后我是不小心在桌子上面睡着了。就我觉得 actually 我那时候的 lifestyle 是有点 unhealthy 的，然后我希望我去了 clinical phase 的时候，
我可以改掉我的一些坏习惯。这样，我的 preclinical phase 的时候都是跟我的 batchmate 一起 socialize， 一起出去这样，我就会比较少花一些时间跟其他的朋友，就是以前中学的朋友啊，或者是小学的朋友。如果我是有考试这样，我会比较少跟我的 family 相处。反正我每一个星期还是会回去我的 hometown， 然后至少看一下他们这样子咯。这个问题都是每一个 medical student 会 face 的。我是这样子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 maybe 会 try to space out 一些时间 ，maybe 在考试之前会比较 stress，maybe 就不会特地出去跟朋友出去，或者是特地花很多时间去一些 party 或者是 occasion 这样，我都会 take 那个出去跟朋友 socialize 的那个时间 as a reward 给我自己这样子，就是讲就是好像我跟我自己讲，我要 set 一个 goal that OK， 我要读完这叠 lecture note， 读完这叠 lecture notes， 然后我的 reward 就是我可以出去跟朋友socialize 这样子。是有时候蛮 sad that 你的朋友出去，然后他们一起出去，然后你就没有得出去这样子。可是你要知道，这个就是 medical student 的 life， 然后就你要想好来先，你 willing to sacrifice 这些时间来去读 medicine 没有这样，因为有些人是比较 career oriented 的，有些人会比较 family 或者是friends oriented 这样子。给那些人的话 ，medicine 的 workload 会有一点，会给他们会比较 overwhelming， 因为他们会比较喜欢去跟 friends and family 相处，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多精神寄托是在朋友跟家人的身上，所以给他们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了解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还有你自己的priority 是很重要，先 before 你去 decide on 你的 career， 因为 medicine actually 是要有一个很 full 的 commitment。即使你不能跟外面的朋友 socialize， 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你自己的 batchmate socialize。讲真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是很难熬过这前面2年半的，因为 mental support 很重要，真的全部很重要。如果你的 life 不 balance 的话，如果你的 social life 跟你的 work life 不 balance 的话，会有很多不好的后果，像 depression。Guys，even though 你要读书，你也尽量不要 isolate 自己。如果你要读书，你觉得不够时间，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约出去一起读书，或者是一起去 library 读书。Trust me that this will make you feel much more better when you're studying。有时候你读书的话，真的是你会觉得，哇，这么艰难的，怎么这个这样难的，怎么我不会，怎么我这样笨，你会有那种感觉。然后如果你有跟你朋友一起读书的话，你就 maybe 会有人在那边帮你，然后或者是 maybe 会有人跟你一起聊天，一起解决这个 problem 这样子。然后 other than that， 健康也是很重要。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资格讲这个话的，因为我自己 lack of sleep，lack of exercising。我有尽量 exercise， 我有尽量1个星期做1次或2次。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会忽略 exercise， 但后面我就开始 exercise consistently 了。exercise 真的是会 help 了很多，然后帮我 relieve stress， 真的是很 helpful 啦。所以 exercise 是蛮重要的。然后 diet 我也是没有资格讲，因为 diet 我自己也是没有时间去准备一些比较 healthy 的 diet。But then make sure that 你 eat healthy 啦，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你的 health 应该是要排第1个位，你的 first priority， 然后才 move on to 你的其他的 like career 那种东西。就 always take care of your health， 然后真的你要很照顾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因为学业或者是什么忽略了你的健康，因为那个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想要跟你们讲我自己 personal 的 struggle， 就 one of it 是language 哦。你从我拍的 YouTube video 来看，你就知道我 actually 是Chinese educated 的，我是从小是讲华语，然后我的英文是没有这样好的，我英文是真的没有这样好，然后我的国语也是没有这样好，除了在 SPM 的考试拿 A 以外 ，communication wise 的话，我的 language 是没有这样好的。然后我去了 uni， 我就觉得很辛苦的一个东西，就是全部东西都是要用英文来讲，然后全部东西都是
你在上课的时候，你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全部都是要用英文。那我那时候才发现到我自己的英文的程度到底是在哪里。我也很 conscious， 我自己讲的每一句话，然后我也很 conscious that， 我这个 grammar 对没有，我这个字用对没有，不敢怎么去跟人家用英文来沟通，这样就是被逼要用英文来 communicate。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到那个英文的重要性是在哪里啊，所以我就开始逼我自己 push 我自己 out of 我的 comfort zone 来用英文来沟通这样子。我发现到 to improve 你的英文 skill 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真正的去用那个语言，就是你真正的要去用英文来 communicate， 这样用英文的话都是比较习惯的，比较关系到习惯这个东西，因为你们相信每一个人的英文，如果你们是要进 medical school 的话，你们可以进到 university 的话，英文都是有一定的 standard 的，所以 don't worry that 你 catch up 不到还是什么，因为你进去了 university， 你就会发现到那个改变了。Another thing 就是我以前就不明白怎么国语很重要 ，until 我去了 medical school， 我开始发现到怎么国语会很重要。我的学校有安排我去不同的 hospital， 然后 hospital 是 government hospital 来的，大多数的人在那边做工的都是用国语来沟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国语是 actually 很重要的。我自己本身我只会一些基本的国语，我可以说我的国语 level 是比我的英文 level 还要低一点的，所以我就很难去跟 patient 沟通，一些字我不懂那个国语叫什么这样子。我想跟大家讲，国语是 actually 是很重要的 ，even though 不要讲是在 hospital，even though 你在跟其他人做工的话，如果你遇到的顾客是马来顾客的话，或者是一些印度人的顾客的是没有讲英语的话，唯一一个 common 语言的全部人会明白一点的就是国语啊，所以 actually 国语是蛮重要的。我还有另外一个 struggle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去了 hospital 过后，因为我们 medical student is required to 跟 patient communicate， 就是我们要 take history， 要去问 patient 他们的状况。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害羞，就是觉得很不敢去问 patient question， 不敢去 approach patient 的一个人。然后我通常会想很多东西，就是怕打扰到他们，怕我自己incompetent， 不懂自己要问什么 question， 所以不敢去 approach 他们。刚开始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每天只是贴着我一个朋友，然后我朋友去问，然后我在旁边 maybe 做 note 还是什么这样子。As 那个 clinical exposure increase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被逼要去问 patient 问题这样子啊。然后我自己我不懂这么不知不觉，我就好像 OK， 我站在那边犹豫一下子，就这样，我要去问这个 patient 问题，我很怕，我不敢。然后我就在那边想，算了啊，直接去问。如果没有问的话，到最后我没有那些patient 的 detail， 我没有那些 patient 的那些history taking， 我不能 present， 然后不是更惨。然后我就我不懂，somehow我逼我自己去跟那个 patient 讲话，我自己是不会去那边就死死的跟着我们学的东西，就是在 textbook 上面讲 OK，this is the set of questions that you need to ask 这样子。我不会那样做，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 conversation 会有点不自然。然后我自己本身是approach 他了，然后就像平常这样子跟 patient 讲话，就觉得就把你自己当成是你去陪他们讲话这样子。像我的话，我就会问他安哥，你一个人在医院，你的老婆、你的孩子有没有来探望你啊？然后你就可以很 normal， 很像普通的聊天这样子，然后你再 incorporate 一些你学过的那些在 textbook 上面的那些问题，这样子你就给他讲，然后你就有时候 become a good listener is better than become the one who's always talking, who's always asking questions。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去了解这个人多一点的 ，instead of 去interview 他，但 interview 有点太 formal， 你就去当做是一个 friendly conversation 这样子咯，当做是你关心他，你想要知道他的一些情况这样咯，这样子我觉得那 conversation 会比较 smooth， 然后你给 patient 的感觉也是会 patient 也会觉得比较舒服，然后你自己也是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我在 medical school 的时候，我遇到很多人都是不想在全部人面前
犯错的人，然后不想要做 mistake 的人这样子。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当老师问谁要 volunteer 来示范一些 history taking 或者是 examination 的时候，我自己就会比较是那种我不要这样子的那种人，因为我怕在全部人面前出糗，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够好这样子。我觉得是大部分的人会这样子，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 train 成 OK 你不可以做 mistake OK， 因为全部人都是觉得成绩好就我们要成绩好，所以我们不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做 mistake， 所以 subconsciously 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习惯。大部分的 medical student 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 mindset 来的。全部人应该要从OK 我不想犯错，我不想出糗这种 mindset 转换去，这是我有的一次机会，where 我做了，然后那些 doctor 可以看了我的错误在哪里，然后从那边再改正我的错误这样子的。应该要从一个这样子的那种不想犯错的 mindset 换去我可以学到东西的这种 mindset。你 always volunteer 来做 examination 或者做一些 practical skills 的话，到最后学到东西的是你自己。所以你们就来好好去想一下先啦，就是觉得面子比较重要，还是 improve 你的 skills 比较重要这样子。这是我每次自己跟我自己讲的东西，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就想要跟大家讲，虽然我讲的 challenges struggles 全部都是很负面的东西，可是我觉得 medical school 也是给我学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如果你是想要更了解medical school 到底是怎样的，或者是你想要知道一个 medical student 的 lifestyle 是怎样的，feel free to follow 我在 Instagram， 或者是 subscribe 去我的 YouTube channel 也可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然后我做的 video 通常都是 lifestyle， 然后都有关系到 medical school 的东西的。然后我真的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一些人，或者是帮到一些还没有进了 medical school 之前的朋友，给他们多了解一下在 medical school 到底是怎样的。然后我就要跟大家讲，谢谢收看，然后我们下次见，拜拜。